大家好，我是小米的陈英利，我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Mini App。Mini App 是一种新的移动应用的形态，开发者可以通过采用 Web 技术栈来开发 Mini App，能够使用到非常多的原生应用的能力。Mini App 结合了 Web 应用和原生应用各自的优点，能获得与 Web 应用类似的这种不用安装的特点。同时Mini App 也具备了移动的原生应用的一个体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Mini App 已经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现在有超过450万的 Mini App，也有超过10家的这个 Mini App 的平台厂商。这其中包括了支付宝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和快应用等等。现在的这一些 Mini App 在特性和能力上有一些差别，这部分的标准化的工作也是我们 Mini App 组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我来展示一些当前的 Mini App 的示例。首先，这是一个在百度 App 当中购买火车票的例子。首先，用户在百度 App 当中搜索火车票，然后他在搜索的这个结果页当中可以直接选择想要到达的城市。在这个例子当中是选了武汉。用户点击立即查询后会打开携程的Mini App，然后在携程的这个 Mini App 当中会显示出当前所有可选的火车的班次。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百度把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信息直接告诉了携程的这个 Mini App。用户直接在携程 Mini App 当中点击他觉得合适的这个班次，然后去填更多的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这个购买的过程。这是一个在支付宝的 App 当中租借共享单车的例子。当用户在这个想要租借的这个自行车边上时候，他可以打开支付宝的 App，然后点左上角的这个扫一扫，来扫描自行车上的这个二维码的标记。这个时候，支付宝会直接打开这辆自行车对应的这个小程序。在这个例子当中是 Hello 单车。Hello 单车的这个小程序会向用户来申请地理位置权限，来确定当前所在的用户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个申请的过程没有在视频当中显示。然后这个小程序也会结合之前扫的二维码当中的这个信息，来具体确认是哪一辆自行车，并向用户来请求蓝牙的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会通过蓝牙向自行车的锁发送一些解锁的这个信息，最终来完成这个自行车的解锁。第三个例子是在智能助理上用快应用来打车的这么一个例子。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用户通常会打车回家，这个时候在负一屏的智能助理上会直接显示出滴滴的这个快应用卡片。用户选择了车型之后，他点击这个确定，会直接打开滴滴的这个快应用。滴滴的快应用会请求用户授予地理位置的这个权限。然后它会使用在负一屏上之前已经设置过的家庭地址，来结合这两个地理位置来规划这个路线。然后用户点击确认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打车的这个过程。从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Mini App 的特点。一方面就类似于 Web，Mini App 它的安装过程非常的迅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常 Mini App 会把包的大小控制在几兆左右，同时也会采用非常多的，例如分包或者流式加载等等技术来加快首次打开的这个速度。另外一方面，Mini App 也具备类似于 App 的这个体验，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原生的 API 和系统级的这个数据，也提供了非常多的预定义的，例如 Map 这样的一个高阶的组件。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Mini App 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入口上，在之前的事例上就是搜索结果，然后扫一扫，还有智能助理等等这些不同的入口上，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被用户看到。有些情况下，它会与入口进行一个深度的整合，比如说前面打车例子当中的这个地理位置信息。在这里我列了一些 Mini App 可能的入口，在这些入口上，通过 Mini App 的这个 URI 可以指定
来打开某一个 mini app 的某一个页面。这个 mini app 在全局会保持一个实例，它的这个状态和数据会持续的保留，这样用户在下一次从别的入口再次打开这个 mini app 时，不用重新下载。关于 URI 的这个部分，会在后续由其他的这个演讲者来进行详细的一个介绍。我们具体来展开这个打开的这个过程啊。具体来说呢，这个首次启动的 mini app 的过程大致会包含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是 mini app 的这个引擎会去解析 mini app 的这个 URI，在这个 URI 当中会提取出对应的信息，并且从服务器上把对应的这个 mini app 的包下载下来。mini app 引擎接下来会把这个包当中的这些文件解压，并且检查这些它的合法性。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 mini app 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过程。这个 mini app 引擎会创建这个 mini app 的这个执行环境，包括创建它的这个进程，初始化 JS 的这个虚拟机等等。然后 mini app 的这个引擎会去解析在 mini app 包中包含的这个 manifest 的文件，并且初始化这个 app。最后 mini app 这个引擎会进行这个页面的渲染，然后开始执行这个页面当中的代码。mini app 的这个引擎是支撑 mini app 运行的这个基础，它通常会被集成在例如百度、支付宝等等宿主或者底层的这个 OS 当中。除了前面启动过程当中涉及的这一些环节，mini app 引擎也会为 mini app 来创建一个沙盒，它会负责 mini app 的这个资源管理、权限控制、生命周期管理等等工作，它也会负责和其他 mini app 以及 app 之间的这个通信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 mini app 引擎的示例的架构的这个示例。通常这个 mini app 的它会以一个界面逻辑分离的这个形式来运行。它的这个界面的这个渲染的这个部分会由 runtime 的这个 render view 这部分来进行支持。现有的这个 mini app 有些会采用 web view 来作为主要的这个 render view， 并且结合一部分的这个原生组件来实现类似于 map 这样的能力。另外一些这个 mini app 的实现会直接使用原生渲染的来作为这个 render view 的实现。mini app 的这个逻辑的这个部分则会在这部分的这个 JavaScript 的代码会在 JS 引擎当中运行。常见的可能是会使用 V8 引擎。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调用到的这一些 API 则会通过这个 JS 的 Bridge 来调到原生的代码来实现。除了这个 runtime 以外，mini app 的这个引擎也实现了平台化的这个逻辑，它来支持 mini app 包的下载和管理，来实现 mini app 的一个沙盒，然后来管理不同的这个 mini app 在运行时的这些状态等等。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怎么样来写一个 mini app。大致上会包含这一些步骤。首先是创建一个 mini app 的这个项目，这右边是一个示例哈，这里是用 Quick App 来作为这个快应用来作为它的这个项目的示例。这个示例和我们最终标准化的这个 mini app 项目结构可能会有一些差别。这开发者的第二步是来写一个 mini app 的这个配置文件，也就是在这个示例当中是这个 manifest.json 这个文件。然后第三步，它会创建app 级别的这个文件，也就是这个 app.ux 来处理全局的生命周期，来定义一些全局的这个 CSS 的。最后这个开发者会写一些页面级别的这个文件来实现这个页面的这个逻辑。最后开发者把这整个项目进行编译，打包成一个 mini app 的包，这就是整个编写的这个过程。具体来看，这是一个 mini app manifest 文件的这个例子，同样也是快应用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文件当中，开发者可以设置一些 mini app 的最基本的这个信息，包括包名、它的这个名字、
icon、版本号等等这些信息。它同时也会设置在这个 mini app 当中包含的页面的信息，以及窗口的一些样式相关的这一个信息。这部分也会由后续由这个 manifest 具体的这个演讲者来介绍一些标准的细节。这是一个mini app 的这个应用级别文件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文件当中，开发者实现了对全局级别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个监听。它在这些生命周期回调当中打印了 log。在这里，开发者通常在这个生命周期回调当中，开发者可以做一些全局初始化的这个工作。关于 Life Circle 的这个部分，也会在后续的由其他会由其他演讲者来进行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个 mini app 的页面的这个例子，它的最终实现效果是一个简单的 Hello World 文本和一个按钮。我们看到与这个 Web 技术接近，通常这个 mini app 的这个页面也会被分成 template、script 和这个 style 3个部分。在这个例子当中，在 template 这个文件当中声明了一个文本组件和一个按钮组件。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组件的话，通过数据绑定这个形式和 script 当中的这个 title 这个数据进行了一个关联。按钮的话，则以这个事件的这个形式和 script 当中的这个 route detail 这个方法进行了关联。用户在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route detail 这个方法会调用到 mini app 的这个页面路由的这个 API。另外，在 script 的这个部分还实现了一个页面级别的生命周期的这个回调，这个也会由后续来，这个也会在后续进行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 mini app 的这个常见的组件和 API，这里我就不再具体的细的介绍了。大家对于 API 这部分，如果想要看比较完整的比较的话，可以看之前在 mini app 的白皮书当中提供的比较表格，我在这里附上了链接。开发者在完成 mini app 的这个项目编写之后，他通过编译的这个过程，最后会生成 mini app 的包。随后他会使用自己的这个私钥对 mini app 的这个包进行签名。这样就完成了整个 mini app 的这个开发过程。这个打包和签名的过程在后续的package 这一部分当中会有描述。开发者将他的这个 mini app 包通过不同平台的这个开放后台提交到服务器后，用户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入口上就可以看到这些 mini app 了。最后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开发者可以首先通过 Web 技术站来开发 mini app， 他把开发完之后的这个项目进行打包和签名之后，会生成 mini app 的这个包。开发者将这个包上传至平台的服务器之后，用户就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入口上找到这个 mini app。mini app 的这几个特点，我再回顾一下，是它类似于 Web 有免安装的这一个特点，它也类似于 App 能够有比较原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它也能够在多个入口上被发现，它能够与入口进行较深的结合。谢谢大家。